魏无羡自晨起时便不清醒，本想帮江城杀一杀这些墙头草的威风，奈何那些烈火泼油似的字句到了他耳朵里，全都变成隔水听声似的耳鸣。他倚在一根杖柱上慢慢揉着一边太阳穴，少见的沉默居然比平日里的唇枪舌剑更有威慑。有些声音在江里那边挨了一顿冷嘲热讽，到他这边又如撞钢板，平常要吵1-2个时辰不能定下的事，居然3-2刻钟便吵完了。既然诸位都没有异议，那便说说该如何施行，如何分配。江城这一声说完，帐中又陷入沉默，一片目光相觑，谁都不想第一个开口，暴露自己想要分得多少利益。在这片暗流汹涌的安好中，魏无羡转身就走，听到背后一阵丝丝抽泣的声音。倒不是他不想和这些人虚与委蛇，而是他讶异地发现自己又硬了。若说真是吃饭喝水时随随便便就硬了，在他身上也发生过几回。钱修显征最早，少年时更易冲动，尤其是刚分化的年月，还没全然学会收束自身气息，有时走路不知被什么撩拨一下，甚至没什么东西撩拨，身下就硬得莫名其妙。但那种身体机理上的反应，只要及时疏解，甚至强行冷静一阵，都能自然消下，从未有他今日这样，仿佛中毒一般意念缠身。魏无羡回了自己帐中，续起尘间上自存留的阵法，待得外间声息消失，立即力气不支般倒在矮榻上，捂住脸孔大声喘息，身体缩成一团。后颈又发了汗，有一块像是肿了起来，那本该是前修释放气息的腺体所在，平日素来安静在皮肤之下，他此时用手碰了碰，一股无法言说的刺激和疼痛当即传遍全身，一边顺着脊椎炸进脑内，一边轰然冲到身下，两腿都跟着紧缩起来。魏无羡眼前发晕，视线中是白茫茫一片，不自觉地低吟了一声，回过神来，才发现自己硬得更厉害了。他叹气，骂了一句，蹬掉了自己的靴子。从前似也有过这么一回，是他刚从乱葬岗出来，一路追杀温朝部下，还不曾遇到江城等人。那时的反应远没有此时剧烈，持续时间也不长久。他只道所招之物中会有几个怨气太大的艳鬼，离身过近，不免要有些反应。闲下无事之时，还与那个几个好姐姐半凶半笑的理论过一回。当时他们接到他冤枉好人好鬼，他不信，最后信手把那几个女鬼驱走，没再发生过这样的事。直到今日，靴子落到地上，衣带随之解开。魏无羡身上发烫，一把拽下自己的裤子，腿间早已是狼藉一片，轻轻一碰便令他打个哆嗦。他一边抚慰自己，一边心道奇怪，少年人免不得自毒几次，他还是个前修，但都是临到最后关头才有这种极度敏感的感觉，远非眼下半硬不硬的状态能治。魏无羡声音能破他的隔音阵法，营地里敢这么做的大概只有江城。魏无羡拉来背巾遮住脸，深吸一口气，不耐烦地问：作甚？出来。江城在外面说。魏无羡叹了口气，忍住腰下时而泛起的酸胀感，等着。他们在狼林，虽说战事艰苦，好在营帐搭得还不错，帐中皆有屏风，单独隔出一块，供他们盥洗更衣。之前有仆役给他们打了水，还有一大桶没用。魏无羡3-2下脱了上衣，提水当头浇下，直到自己冷得打了个哆嗦，才觉得元神归位些许，面颊仍是红热。等到他重新捡了衣服穿上，走出帐去，才意识到天已正午，车亮的日光拉痛他的眼睛，照得额头发痛，让他被迫抬手遮了遮。江城早已暴毙等得不耐，看到他出来模样，像要骂他，带得者轻他的模样，却又愣住了。你紫衣的年轻人想要说什么，没能说得出来。我什么？魏无羡淡淡地问。江城大抵要来说上午相伤的结果，此时脸却扭曲了几分。营地里都知道眼前这处是魏无羡的卧帐，四下无人来往。江城伸了手，一把将他拽到背阴的地方，几乎是恶狠狠地问：你身上那是什么味？魏无羡的嘴唇动了动，但他没能说出话。他突然闻到了江里的气息，不是说他平素闻不到。前修一经分化，总有自己的气味，但平日里那些味道对魏无羡而言不过是特定的指代，谈不上好与不好，只能供他分辨谁人是谁。那些味道在他脑子里素来只是江城，是江丰眠，是于子英，
是温巢或者金子轩。但此时他突然觉得江城闻起来像是皮革，像金属，像夏日雨后他走过的江边和莲塘，还像香炉里最后一块燃至粉尘的百香，高温舔焦了木质渗出的油。有最后那个味道是因为江城在生气，纷纷涌入的气息砸得魏无羡头舞。江曼问完，看他模样奇怪，脸色也不好，只好松了揪着他肩头衣服的手，许久皱眉发问：魏无羡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魏无羡转脸向另外一个方向，吸了一口更干净的空气。江城，提醒你一句，我们可在打仗，你还能让每个人都闻起来像深闺小姐不成？这句话寄出，江城脸上一点有限的担忧又被恼火取代。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。他迫近魏无羡的方向，几乎是恶狠狠地说：战事中与昆修私通者罚戒编舞，逐出家门，赤峰尊刚刚立过的规矩，上行下效，你若敢犯，一定罚得更多。魏无羡愣了愣，终于明白他在说什么，然后又愣了愣。江城还褶着他，手指转着另一手食指上的紫电。你想多了。魏无羡极度平淡地说着，不着痕迹地退开半步，前翻破了几个温室的监察寮，地牢里放出不少他们私占的昆修，甚至还有平民家里的孩子。我刚才去看了，那几个伤的都被下过药，身体机能接近溃损，进出之间有气息被我染上。江城呼出一口气，脸色好褶了些，那股柏木焦灰的气味也淡了。快去换件衣服，等下阿姐要来。他颇为嫌弃地看着魏无羡，你要让他闻见，我把你抽筋扒皮。魏无羡立即想说，你倒是敢，又想说江厌离实则是中庸体质，本就不易辨出乾坤两修的气息。许多句子在唇齿间打了个转，最终他只是佯装笑问，有那么糟吗？江离冷哼一声，泱泱一个秦楼楚馆。好吧。魏无羡说，我去换。他竟自撤下江城回了帐内，第一时间架起火盆，将外袍到中衣都烧了干净。帐中还有一箱衣服，是江厌离刚来这边时，生怕他们两个一心扑在战事上，照顾不好自己，亲自到狼耶城里挑做的。做师姐的那个给他们选了最好的料子，连并一箱都是沉甸甸的木头。魏无羡终日挖坟掘基，还不太敢穿，已经放了些时日。此时一打开，扑面而来一股上好的檀香气味，该是压在箱里防潮气和虫蛀的。魏无羡屏住了呼吸，檀香味冲进他的脑子里，又随着层叠衣物覆盖，将他严密地裹了起来，竟生出牢牢拥住、无处可逃的错觉。这个味道是……江城又在外面大声喊他的名字，有个很温柔的声音说：阿羡，我来了。魏无羡当即弃了那胡思乱想的念头，先杖去见江厌离。江厌离在后方帮厨，穿得很素，大抵累瘦了一些。他见魏无羡穿了新衣，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又抚一抚他笔挺的肩，说：真是长高了。江城听得从鼻子里吹气出来，